好吧，你好，互联网，欢迎来到我的共同编程教程。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 Derek 要做一个关于 Go Well 的教程？基本上 Go 汇集了两全其美，在动态和静态编译语言之间取得平衡。就像你一样，我会看到代码既易于阅读，而且 Go 的规范也很短，即使它包含了诸如内置 Web 服务器之类的荒谬的东西。是的，我确实会涵盖这一点。我基本上决定涵盖 Go， 因为它允许你可以很容易的设置一个应用程序。在本教程中，我将介绍整个语言的所有基本语法，基本上安装就靠你了，这很容易，只需转到 golang.org/dl 并找到任何操作您正在使用的系统，单击并安装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将只使用基本的文本编辑器和终端，或者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 您将使用 command line。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文本编辑器，在这里我有我的终端或我的命令行，我将在这里输入代码，并在那里执行它。现在基本上每个 Go 程序都将从一个开始包声明，您只需输入 package 和 main， 这基本上将为我们提供一种重用代码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里使用 main， 因为这将是一个可执行程序，然后我们将能够导入所有类型的东西，比如这里我要导入一个格式包，它允许我为输入和输出提供格式，你只需输入两个正斜杠就可以得到评论，或者你只需在星星上输入正斜杠，并在商店中的一大堆东西中输入一个斜杠，就可以有多行注释。我将很快通过这个，所以如果你想跳到任何特定部分看看我们的描述，亦将进入这里并定义一个函数，这将是主函数。无论应用程序执行什么，该函数都将被调用以执行，并且函数将以开括号和大括号打开，并以结束符关闭。大括号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如何在此处实际创建您自己的函数。我们将能够通过引用格式包来使用名为 println 的函数，这将允许我们将信息输出到我们的屏幕上。这基本上就是你在 Go 中创建一个基本的 Hello World 程序所需要的一切。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可以执行一个 Go 文件，它的名字在这里 WeGo，Go 扩展名是 G 后，你只需输入 Go 运行，无论你的 Go 程序的名称是什么，你都可以看到 Hello World 打印出来。如果你有终端，那么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你可以输入 GoDoc， 然后输入包名，然后是什么您感兴趣的 var 函数，它将为您提供有关该函数的作用以及它如何操作的各种信息。现在内部的变量是静态类型的，这基本上意味着类型一旦定义就无法更改，并且您的变量名称将以字母开头，只是任何字母，它们将能够包含数字和下划线。您将拥有的变量类型之一是整数，您可以在此处看到所有不同的整数类型，有无符号48、16、32位和64，然后还有常规整数48、16、32和64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会使用基本的 ints。您可以看到这些人实际上得到了多大，变得非常大。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在 Go 内部定义变量，但我将从这个开始并涵盖其他词，因为我们只需输入 var 年龄，然后您将输入任何数据类型是由你输入64或只是 int。就像我说的，通常你会使用 int， 然后你要为该变量类型分配一个值，然后你有浮点数，它们将是带小数位的数字，它们要么是浮点数32或 float 64。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将使用 float 64，但是我需要您以与您进入这里的方式大致相同的方式找到它们，给它一个名字，所以说最喜欢的数字，然后是任何数据类型，等于 1.6183339。因为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您不需要在所有语句的末尾使用分号，但是您可以将一个分号放在那里，它不会导致错误的。另一种方式，我们可以进入这里并定义变量类型，只是通过将冒号等于2，然后在那里扔东西，然后 Go 会足够聪明的自动创建一个整数。当然我们可以进来这里用随机数打印这些人，但我是会推迟1秒钟，因为如果我尝试地要做到这一点，我去创建了我不需要的变量，它会抛出一个错误。重要的是要知道这里很好，去会自动去创建这个随机数并分配一个我们不去的整数。为了能够在此之后进入随机数并输入类似字符串的内容，该字符串将只是双引号之间的一系列字符，因此一旦它是整数，它必须保持整数，这会导致错误。我们然后就可以在打印行内使用这些变量，所以让我们先打印行，然后说年龄，这会自动在这里放一个空格，但如果我真的进去放一个空格，它实际上会放多个空格，但是让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它被执行，并且它在这里放置了多个不同的空间，所以让我们摆脱这个。现在你会
通过另一个东西的空间自动看到它。重要的是要知道，当您执行算术浮点数时，整数将为您提供精确的结果。通常不会，我将在这里演示这一点，这适用于每种编程语言。这不仅仅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数字99它等于0.999，并且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打印行内执行算术。它要我将它放在屏幕上，所以我们假设我们去数字number 99，如果我们执行它，你可以看到如何它有点古怪。只是考虑一件事，您的浮点数并不总是100%准确，并且关于您将能够使用的算术运算类型，您将能够使用 plus 和减法、乘法除法和魔术将返回除法的余数，只是为了准确显示它的样子。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不同的算术运算，我将保存它并执行 u。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实际的算术运算和它们的最终答案。现在我基本上会在语言中弹跳一下，假设你想创建一个常量，你会从 co 和 st 开始，然而必须定义数据类型，然后我们可以进入这里并输入3141592665或其他任何内容，然后一旦设置了该值，它就无法更改。您也可以声明多个不同的变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在 Go 内部创建变量，所以我们可以让变量 a 等于2，变量 b 等于3，然后用关闭的小括号将其关闭。括号现在将是字符串，要么是双引号、反斜杠引号之间的一系列字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将使用双引号，它们将以完全相同的名称定义。因此我可以进入这里并执行一个字符串等于和，在里面输入我的名字，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字符串长度。假设我想在屏幕上打印出来，我们刚刚输入了 len， 当然你可以将它分配给一个变量或者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它，并输入我的名字，你会看到它会显示出来。让我们现在把它注释掉，这样它就不会抛出错误。你可以看到11回来了，总字符串的长度也将是能够进入这里并将字符串与串联组合，确保这是一个大写的打印行，能够将字符串与串联运算符或加号组合在我们想要调用它的地方，但是您将不得不在此放置一个空格情况，所以说机器人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它打印出来。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你想进入这里并使用你的双引号，你当然可以使用反斜杠符号，比如换行。所以让我们说我去我喜欢，然后 t 在那里扔一堆新行，然后我可以创建另一个新行，然后在这个下面输入新行，让我们注释掉。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显示在输出中的所有新行，我们可用的另一种数据类型。因为我们是布尔值，所以假设我们超过40，并且它们是用 ball 定义的，它们将具有 true 或 false 的值。其他好的东西是当我们有打印线时，我们还有其他叫做 printf 的东西，它是将为我们提供不同的方式来格式化我们的输出。让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没有必要来到这里并尝试记住所有这些东西，但以防万一你想知道如何去做，你想知道如何打印出来浮点数，这是你如何做到的。它可以在那里抛出一个换行符。使用 printf 的新行非常重要，因为它在屏幕上输出后不会跳到下一行。我们可以在那里查看 pi 并且取消注释。这我们可以用浮点数做的另一件事，因为我们可以定义小数位的精度，所以我们把第3点放在那里，只会输出前3个小数位，正如你在那里看到的那样。但如果你在那里就不需要了，不想要那种精度。假设您想要获取数据类型，或者我将其放在屏幕上，只需在此处放置一个大写的 T， 然后您就可以将任何内容放入其中，它会自动返回任何数据类型，并且您可以在此处看到 float 64返回该数据类型。这与我们在此处定义的完全相同。当不同的布尔值将其更改为小写 t 时，当然其中的 boolean 超过40个并取消注释，您可以看到 true 显示，它们将使用百分比和 t 紧随其后的任何时候。你想在这里显示一个整数，只要保持简单，只需在那里输入100，然后还有各种其他奇怪的事情，比如如果你想要 get 100的2进制表示，如果你想打印16进制代码，你想得到字符代码为44的字符，我们可以在那里输入类似17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想获得科学技术法，只需输入一个小写。让我们在这里放一个馅饼，然后执行。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出来。10进制有100，你可以看到这里是2进制的100，你可以看到逗号是44的表示关于字符11是16进制代码，这里是 pi 的科学技术法。Go 内部有3个逻辑运算符，所以让我们打印行。您的赔率逻辑运算符将变为布尔值。第一个是如果您将 false 放在里面，这里这将返回 false， 让我们在屏幕上实际显示它。所以如果你有 true 和 false， 这
当然会返回 false， 因为这两个值都需要为真。这些也是你 set 非常普遍。每当您使用条件运算符时，您将检查多个条件，我将在1秒钟内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将向我们提供一种方法来提供真，如果其中一个为真，这当然，所以这将返回 true。那么最后一个逻辑运算符是节符号，它将返回与你放在它前面的任何东西完全相反的东西。如果我们来到这里，如果你去那里的9和保存，您现在可以确切的看到它们如何在屏幕上输出。现在当然让我们进入 for 循环，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能够多次执行某事的选项。我们将在这里创建一个迭代器给它直移，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创建4个循环。假设我们希望循环只要 i 小于或等于10，我们只需在屏幕上打印1到10，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来在屏幕上。你可以让 i++ which 将是速记符号，因为 i 等于 i 加1，但这当然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因此这两件事完全相同。当然您也可以来到这里并使用速记符号表示否定复数会减少你可以看到的值。它们打印了1到10，它们在屏幕上当然总是确保打印型中的 p 是大写的，否则将不起作用，因为那些是完全不同的功能，是一个函数，另一个不是函数。现在我们研究了逻辑运算符，还有一堆关系运算符可以使用它 b 等号和或等于，然后你将不等于小于大于小于或等于且大于 n， 几乎与您在几乎任何其他编程语言中看到的完全相同。我们将能够为循环定义的另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定义我们将要在异形上迭代的内容。我们只是创建它，在这里我们需要分号。假设只要 j 小于5，我们就想这样做，然后我们要增加值 j 都在一个区域。这次我们将能够进入这里，并在这个小框中实际打印出 j 的所有值，保存执行。在那里您可以看到它打印出0到4，以及为什么我没有发音。我们说只要 j 小于5，我们想要一个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它达到5的值时，它跳过这个，并且现在没有在屏幕上打印5，因为我们有4个循环。当然我们也会有 if 语句，让我们创建一个叫做你的年龄的东西，让我们给它一个18的值，然后我们将能够根据不同的条件执行不同的操作。所以如果你的年龄大于或等于16，我们要说好吧，我们想进来并在屏幕上打印出来。你可以驾驶猫头鹰。如果条件不成立，我们将输入其他内容，然后我们会进来，我们会说点别的，我会说打印线你不能驱动器。如果我们执行它，你可以看到你可以驱动器出现在那里。重要的一件事是，一旦满足条件，这里的代码将被执行，并且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即使它是真的，甚至会被看到在 if then else 语句中。我们当然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是创建多个不同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说 else 如果你的 a 大于或等于18，你可以投票将是这里的一个选项。然后我们可以说 else 作为默认选项，就像你可以玩得开心一样。你会看到当它执行时，你可以驱动显示，即使这里的条件确实如此。另一种我们可以检查多个不同值的方法是 switch 语句，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年龄了 na， 在您的年龄的潜在值数量有限的任何时候使用它。因此您可以说一个案例，如果您的年龄值为16，我们可以在这里开车。如果值是18，我们可以在这里投票，然后否则如果没有其他匹配，我们可以去把错误说出来，像去玩得开心。当然来这里把你的年龄和等于，你可以在那里放5个。你可以看到现在出现去玩得开心。让我们去看看数组，基本上一个数组会为你保存固定数量的相同数据类型的值。所以假设我们有一个名为 fav number 的数组，并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来到这里，和假设我们只计划拥有5个最喜欢的数字，我们希望它们都是浮点数，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并定义每一个，只需添加变量类型名称和索引，索引将从0开始，并一直到4，以占用所有5 SPAs， 这将填满整个权利。我们将能够进入这里并通过传入我们想要显示的索引来访问那些。所以假设我们希望在屏幕上打印出第3个索引，在那里你可以看到 pi 打印出来。我们可以初始化一个数组的另一种方法是把我们想要的最喜欢的数字放在这里，然后浮动64，然后在大括号里面把我们要存储的所有不同的值放在那里。现在我们要去为了能够真正轻松的便利整个数组，我们只说4，然后我们将把冒号的值设置为2，范围将允许我们从数组中获取每个值。所以现在我们最喜欢的诸如3将能够打印出值。
以及与该值相关联的索引，在那里你可以说它打印出所有不同的人一个是值0是向上和向上的索引，如果你没有想要这些索引显示在这里，或者你不需要它们，你可以进入这里并在那里放一个下划线，这将完全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进入这里摆脱它并执行。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显示在那里，就像一个数组，但是无论何时定义它们，您都会忽略大小，所以让我们创建一个切片，我们将其称为数字切片，然后您将像使用它一样将其放入括号中。让我们说这是一个整数切片，让我们在里面扔几个值。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从另一个切片来制作一个切片，所以让我们去定义一个名为切片2的新切片。假设我们想要，当我们在这里创建时，首先从 number slice 中获取一些值，我们会说我们将从第3个索引开始，我们想要通过第5个索引获取所有内容，然后我们可以检查0索引中的内容对于这个切片 SA 我的方式，我们像那样使用数组。你可以在那里看到返回到那里，为什么那么好？原因是这是0索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1/3，并获得2和1和2，将它们放入第2个切片。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说我们想要从第3个到第5个实际上会得到第4个，而忽略第5个。我知道这有点奇怪，但是只要你把5个基本上放在那里，意味着得到3个和4个，并忽略5个，因为你会说如果我进来并在那里放1个和1个会出现，但是如果我进来并放2个不会出现。说一堆头发有点奇怪，但如果你不提供第1个索引，你会习惯的，就像我们在这里对3个索引所做的那样。假设我们一起摆脱这一切，然后麻木切片，然后输入冒号和2个这样的，然后当然要在外面找到同样的东西并执行，你将看到5和4基本上显示了你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在这个冒号之前没有放一个数字是，你说你想从第1个索引开始，这将是0索引，所以这正是就像你输入0一样。如果你想输入2和冒号，并且在这里什么都不放，就像你说你想获得所有索引一样，你可以看到如果我进来输入2与并执行它，会得到3、2与1，你也将能够创建一个切片。当你开始这样做时，它不会有一组定义的值。去 number slice 等于然后 make， 然后你将定义你想要的切片类型，它是一个整数数组。然后如果你想为前5个提供默认值0，你只需输入5，将有一个最大大小10的切片。您可以输入10，然后您可以将前 n 中的值复制到切片3中数字。如果我们将它们输出到屏幕上，你会看到是的，这些值确实被传递了。我可以循环并证明它，但你知道你明白了。最后我们也可以进来在这里执行类似 number slice 3的操作。如果您想在那里附加一些新值，请记住我们在该切片内有10个总计值的空间，只需调用要附加值的切片，然后继续将值列为只要你有空间。所以我想要0和-1在那里，我想把它打印到屏幕上，我被切成3，然后假设我想要鸭子6中的任何东西，你会看到-1显示，因为我把否定运行放在那里。现在让我们看看地图，地图只是键值对的集合。你可以拥有一个与值相关联的键，所以创建一个，说我们想要一个地图，这将使总统姓名与 HE 匹配。当它们成为总统时，我要输入 make， 然后是 map， 然后你要定义键的数据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是字符串，然后 int 将是我们的值的值。在这里要商店里面，我们要能够在这里进来，走出去，按年龄和做一些像西奥多·罗斯福认为我拼写，这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关键。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给它的值是正确的42，然后我们将能够通过传递键来获得它的值。所以你可以看到42在那里弹出，它也可以得到它的长度。当然，你可以存储这个长度在一个变量中，或用它做其他事情。我只是这样做，只是为了你可以立即看到输出。我输入 len 来获取长度，然后在你创建其中一个之后，你会能够创造更多。让我们再次变老，你也可以在这里放置空间，这样做只是为了展示一些你可以做的奇怪的事情。所以应用程序肯尼迪想要做那个43，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地图的长度在那里发生变化。我们也可以进入这里并删除，通过删除 -h， 然后输入
我们想要删除的任何键，然后再次输入长度以表明它不再存在，并且它又回到了一个我实际上可以向您展示如何从我们的地图中删除项目，把地图放在地图里面。在描述中我会放一个代码的链接，在里面我会告诉你如何做到这一点，只是一些你可能想知道怎么做但更疯狂的事情。除了本教程现在需要介绍的内容之外，您还将拥有主函数以外的其他函数，所以假设我们想要一个数字列表，它将是一个浮动右侧，让我们将右括号放在那里并找到它，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像那样，然后我们将能够来到这里创建另一个函数，我可以称之为添加所有这些，这将使我们能够重用我们的代码，并为我们的程序提供一些结构，并创建这个重新在 func 要去类型，然后不管你想成为你的函数名有要去的是要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这里的内部参数列表，我会得到一个 int 数组，所以我要定义在那之后，我将返回一个浮点数，所以我要把返回类型放在这里，所以在这里你会有你的属性，在这里你会有你的返回类型，然后你会有卷曲括号，然后在这里我们会找到一些，只是为了让您知道，在此内部分配或创建的任何值或在此函数内部创建的变量将无法在该函数外部访问，只需将其直设为0即可。我们要循环，因为我们不会去关心这个数组的索引值，所以我们只需要像我之前谈到的那样放置一个下划线，以获得我将在此处输入的值，以便我们循环便利数字浮点数组中的每个项目通过这里，然后把我们的大括号，当然它们会在这里是 O2。如果我想添加一个值来召唤并将其保存回某个值，这里有一些更多的速记符号，我只需输入 plus equal to 和 val。当然，这就像我们说 sum 等于 sum 加上 val 一样，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输入乘法的负号，或任何我们想要对其执行算术运算的任何时间一个值，然后将其保存回自身。在我循环便利所有这些之后，我可以进入这里并返回 sum 的值，然后我可以从 main 的上方调用该函数并打印出来。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这样求和，然后把它们加起来 .ssct 在我的浮点数或 nums 列表中，或者改为列出 nums 并将其更改为范围。对此表示抱歉，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总和返回为15。另一个关于 Go 真正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实际上能够调用一个函数，这将返回2个值，这真的很巧妙。所以我们可以说 number1 和 number2 等于让我们创建一个在元音旁边调用的函数，并在此处传入5。每当我们得到这些值时，我们就可以打印它们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以便返回2个人。我们的功能就像我们在接下来的2个值之前所做的那样，这将接收一个整数。我要调用 number 把你的大括号放在这里，然后如果我们要返回2个值，你要用 int 加 int 在里面放一个大括号。如果你要返回2个整数，它会正确分配这些值，然后我们可以说 return 和 number 加1，然后是逗号，然后数字加2的时候执行后，它会返回6和7。所以这就是你如何从一个函数中返回2个值的方式。因为大多数编程语言不允许你这样做，我们也将能够将未定义数量的值发送到一个函数，这被称为一个非常阁楼的函数。所以让我们去打印出调用这个函数的输出，我们会说一些类似的东西，减去它们，我们可以让所有这些不同的值相互减去，并得到最终结果。我们如何将接受这些多个值是在这里创建一个函数，当然它会被称为减去它们。如果我不知道我将得到多少个值，我将输入 args 通过点点，然后是我将要接收的数据类型，然后使用我将返回的数据类型进行跟进，然后我将能够进入这里并执行诸如最终值等于0之类的操作。我是将便利所有这些我不关心的值索引，所以我将只在值中输入一个下划线类型。我将输入范围，不知道为什么我拼写错误，并循环便利将在那里传递的所有参数不需要知道有多少，然后我可以得到最终值。在这里我可以从减法中减去速记符号并保存回自身，然后最后返回最终值。你可以看到-15回来了。我们也要去能够进入这里并在这里创建一个函数内部的函数，我只是要使用 function main 让我们去摆脱这个额外的大括号。在这里每当我们这样做时，记得我说过，如果你在里面创建一个变量 main 之外的外部函数，您将无法访问 main 内的任何其他变量，也无法访问在 main 之外分配的不同变量的 func。但是如果我们使用所谓的闭包，它们将带定义 the of main， 并且我们将可以访问几乎所有内容来定义闭包。我们会说类似数字3个冒号的内容等于让我们只给它值3，然后我们将使用 double number 并定义我们的闭包并执行我们只是去
函数它会返回一个值，它会是整数，这就是函数，它最终会被保存在这个家伙的内部，然后我们可以去第三个速记符号乘法乘以2，然后将它保存回数字3的值，然后我们可以返回数字3里，你能够在这里访问这个变量，即使它在我的函数之外。然后最重要的是说，我想将它加倍多次，我们可以去 double number 调用该函数，然后再次调用它，然后再次调用它。您不需要分号，但它们不会在那里造成伤害。您可以说6和12弹出另一个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的东西，或者称为递归 S 式。每当我们从自身内部调用函数时，这通常通过使用生成阶乘来证明。所以让我们调用或创建一个名为 factorial 的函数，将接收一个整数，我将称之为 number， 它将返回。每当你使用递归时，首先是一个 int， 你将需要一个 out， 这基本上就是这里表示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数字等于0，我们将返回一个值1，这将结束函数，仅此而已。会发生，否则我们将返回 number 次阶乘。我们将调用自身并传递一个负1的数字。看，我们现在将从自身内部调用该函数，这将是运行良好的方式。让我们跳起来，首先在这里，然后调用阶乘，让我们将3的值传递给它。现在这本质上要做的是3将落入此处。我将在这里放一些注释，以便您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将3传递给阶乘，所以阶乘将在第一次传递的值为3，它不会等于0。所以我们将来到这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获得3次。我们将再次进入阶乘，这将等于3乘以2相同的东西，最终会给我们一个值6。这2将来自我们将来到这里的事实，并传入2次阶乘。这次我们将传入1，这将等价于2次1，这将给我们2的值。这里的2与这里的2完全相同。然后最后我们将进入这里并进行阶乘，我们将传入0，这将等于1，所以这里的这个和这里的这个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阶乘3等于6。希望这是有意义的。玩这个想法一点点突然哟，你会明白，这就是使用递归函数的方式实际上是有效的，所以你只需要盯着它看一点，最终它只是有道理，不想跳过它，因为这通常是很多人跳过的东西。我认为教程相当重要。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不妨介绍 defer 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假设我们有一个名为 print1 的函数，它只是要打印1的值在我们的屏幕上。现在让我们有另一个名为 print2 的函数，它将在 main 内部打印出2现在的值。我将来到这里，我将输入2 for print2， 然后我要调用 print1。现在我们希望第一个在2个之前打印，并且因为延迟你会稍后在这里看到毛皮是如何真正有用。我只想演示这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什么发生。是皮毛将执行一个封闭函数完成后的函数，所以在 main 完成后，它会在屏幕上打印这2个。因为毛发在该函数之前，即使它首先出现，它也不会立即打印它，并且通常用于将函数保持在一起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但同时它允许您将最后一个函数作为清理操作执行，并且知道它实际上将在函数的最后执行。我们经常想定义我们要打开一个文件，然后我们还想关闭它，但当然我们想在发生的这2件事之间执行一大堆操作。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如果我保存并执行它，然后打印出来，以及为什么，是因为它是一个毛皮。现在让我们创建另一个函数，允许我们以安全的方式执行除法。它会接收一个数字1和数字2，这些都是整数和 n， 它将在这里返回一个整数。我们将再次使用带有函数的皮毛，让我们打印行并恢复，确保您将大写 P 放在那里。如果出现错误，恢复将允许我们做的是捕获发生。所以假设我们这里的解决方案等于数字1除以数字2，如果他们走了，我们想要很好的返回解决方案，并且他们在这里发送一个0，这将做的是在这里弹出它已恢复和然后如果由于被0除而应该发生该错误 ，recover 将能够处理该错误，当然会在执行代码时导致错误。让我们在这里创建错误格式打印行，然后我们将继续保存除法并传入一个3和一个0来除以0，然后我们将在除以2下执行正常除法，或者您在此处看到的内容打印出整数除以0。但程序继续执行，
而不会完全崩溃并且还在这里执行另一个部门。我想你会看到我是否进入这里并一起消除此打印语句并执行。它将继续执行该操作，并且根本不会抛出错误，所以它是完全由您决定。如果您想打印错误或不打印错误，但是 recover 允许我们做的是继续执行，即使发生了致命错误，然后完成这一切。让我们去创建另一个函数来演示什么是调用 panic。看起来像并且有一个句顶，我们可以用 recover 函数定义一个 panic 或一个错误。所以让我们在 defer func 中再次调用这个 demo panic。我们将决定是否要打印出错误。好吧，在这里我只是将它打印出来，只是因为它就在那里。如果我遇到错误，我知道我想发送已进行恢复，我只需输入恐慌和恐慌，它就会将其发送到那里，然后在里面我会 just 调用这个函数，所以它是一种使用异常和捕获异常和其他编程语言的方式。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恐慌打印出来。当然，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打印行放在这里，什么都不会打印出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指针在 Go 内部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让我们来这里创建一个函数，让我们调用这个更改 xval， 它将被传递一个整数，它会进入这个变量 x。在这里我只是想证明这一点，因为我改变了值一个函数内部的变量，它不会在主函数中产生任何影响。现在我会这样做，因为我将在 main 内部定义 x， 给它一个值为0，然后调用 change xval 并传递 x。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传递 x 的值是0而不是 x 本身。你会看到我在这里放了打印型，我说给我 x 的值并执行，它会在屏幕上打印0。现在指针会让我们进来在这里，并且实际上能够更改值，所以让我们在这里摆脱它。让我们现在称此更改为 xval， 而不是现在在此处内部。如果我们想要单选，我们将被发送到该值的引用，而不是值本身。我们将在那里放一个星号，这将允许我们做的是实际上更改指针引用的内存地址处的值，然后通过在此处放置一个星号，这将允许我们存储 x 引用的内存地址中的2个不再与值无关。它现在实际处理实际变量来传递这个值。我们要来这里摆脱我现在要调用 change xval。如果我们知道它传递了对 x 的引用，所以实际值可以改变。我们把语号后跟 x， 然后在这里如果我们想打印出来，我们会看到这个值实际上改变了。这就是我们用指针获得的力量。我们实际上被允许通过 actual 内存地址，然后为该内存地址分配一个值，而不是传递值。这是默认情况下发生的情况。然后我们想通过打印出 x 的实际内存地址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放置语符号和 x 来获得内存地址，只是为了证明一大堆事情。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内存地址。同样，我们可以在 change x 值中打印内存地址。我们也可以来到这里，让我们改变它来改变你现在称这个 y 指针的原因，然后得到 y 指针，并给它一个值100，并再次在 main 内部弹出。我们可以用新函数 this 生成一个指针，它们调用 newInt， 然后去改变为什么 val 没有传入那个指针，然后打印这在屏幕上 y 等于星形 y 指针并执行它。你可以看到100显示在那里。当涉及到更复杂的指针，或人们使它变得更复杂时，这几乎就是全部。它实际上只是传递内存地址，并以不同的方式分配值。现在 Struct 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方法来定义我们自己的数据类型。所以假设我想对一个矩形数据类型进行细化，我会遵循这个。在这里有结构体，我会定义一些矩形会有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让左边的说明说，因为它浮动顶部 y 位置也是浮动，高度也是浮动，然后是宽度，你猜它也是一个浮动。然后我就可以进入 main 内部，并通过调用 rectangle 来定义我自己制作的矩形。然后我无法定义所有不同的部分，我可以向左走 x 0 top y 50 height 10n width 10 right 像那样。或者如果我知道这些结构的顺序，我可以进来这里，然后去0 50 10和10，并找到它们。无论哪种方式都没关系。一种方式是如果你知道它，一种方式是如果你不知道。然后我们将能够访问我拥有的这些值，存储在这里。我可以说像矩形这样的东西，并在里面放一个引号。当然是如果我想访问特定值，我只是去矩形一个例如，然后我可以放宽执行该矩形事实，无论宽我也可以
为我的矩形结构定义一个方法区域，然后在这里执行此操作。很好，这将像以前一样运行。然后我们将像这样定义接收器矩形，以便它知道将其附加到什么以及然后函数名称将是区域，然后它不会接收任何属性，所以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它会像这样返回一个浮点数，然后我可以返回带有 exrect 高度的矩形，它会得到宽度和这里的高度是自动的，因为我将它定义为一个矩形。这个区域方法将与这个矩形结构一起使用，这个矩形结构保存在这里。矩形区域等于，然后矩形一个。如果你执行返回100，我会输入区域，这样你就可以定义 structs 并为它们分配方法知道。事情有点整洁是创建接口，并在 Go 内部使用一种多态性。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结构，我要调用这个形状结构，在那里工作，然后我们可以进来并定义一个方法。如果它要使用这个接口，每个其他结构都必须实现，所以我们将去 float 64。所以我们是说，如果你想使用我们的形状界面，你必须改变这个界面。对不起，你必须实现 area 方法。然后我可以进来并创建另一个矩形结构，在这里我会保留很简单，它有一个高度和一个宽度，然后它也只是在这里稍微混合一下，让我们也创建一个矩形或一个圆，还有一个圆，让一个圆找出它的面积。我们需要的是半径 L 假设它也是一个浮点数，我可以然后进入这里并在此处定义函数。我只需要我们的缠结后根区域，它会返回一个浮点数，关闭它，在这里反弹并返回我们的高度乘以我们的宽度。我的圈子也有类似的东西，让我们把它改成大海，叫这个圈子。然后假设我想在这里使用另一个人，让我们导入另一个数学库。这就是我们将如何做到的。然后你计算这个，我要去数学点派乘以数学幂，然后我们将拥有我们圆的半径。我们将其平方以获得我们圆的面积，然后在这里我们将定义我们的形状的区域只是一个通用区域，我们将它与形状联系起来，就像我们使用其他方法一样，并说它返回一个浮点数并返回形状。这个区域有什么整洁的？看看这些人都会因为 t 被绑在一起。现在我们可以在 main 里面做的是创建一个矩形，它的类型为矩形，我们将给它一个高度和宽度为20和50的矩形，然后我们还将创建一个圆和给它一个半径4，确保你使用像这样的大括号，然后我们将能够调用打印线并说矩形区域等于并获取区域并传入一个矩形，这样你就得到了这个家伙在这里的区域与我们在这里的形状界面相关联。我们也可以对圆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会去圆区域，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传递一个圆，它会自动调用正确的区域函数，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每当我第一次输入时，都会出现一个小错误，我在里面放了一个平静而不是点运算符，所以确保你把点运算符放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它自动去并调用适当的区域函数，取决于根据我们正在处理的数据类型，因为它们都与形状界面相关联，所以现在我将通过一堆字符串函数覆盖文件 IO， 接受来自用户的输入并进行转换，然后我们将创建一个 Web 服务器，然后我将覆盖 Go 历程和通道，我们将全部完成。所以让我们创建一个名为 sample string 的字符串，让我们给它一个我喜欢的 Hello World，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检查字符串中是否包含另一个字符串。我们将不得不这样做，在字符串中出现这种类型的内部，我们实际上将使用一大堆不同的导入。如果您想经常导入一大堆东西，只需导入就更容易了。现在把这个括号放在这里，我们输入一些其他不同的事情，我们也将涵盖排序，需要操作系统包覆盖日志 IO 高利用率和字符串转换，所以一大堆不同的事情。在最后关闭它，所以如果我们想看看它是否包含我们要去传入样本字符串 G 我们这里的那个人，然后如果它里面包含字符串 L， 我们现在就这样做。如果我们想返回匹配的索引，如果应该的话，我要在这里做一大堆不同的函数。如果我们想输出匹配的数量，我们会说计数，那么存在将在那里输入索引而不是包含。所以你不知道，假设我们想检查这里包含的 L 的数量，让我们实际得到暂时摆脱所有这些不同的人，现在将它们粘贴在这里，因为我将需要
它们我也可以进入这里并替换某些值我，只是在此处使用打印型以便您可以看到输出在屏幕上。所以如果我想用 X 替换所有 L， 并且我想为前3个这样做，这就是我将如何做的。如果我执行此操作，您可以看到 L 确实在 Hello World 中从索引号开始3，这里总共有3个 L。这里我12月 edit 我想用 X 替换所有精灵，你可以看到随之而来的输出也进来这里摆脱它，并在这里摆脱这个字符串。我总是想摆脱你的任何进口不使用，否则你会得到一个错误。我可以创建一个由你的字符串分隔的逗号，给它一个2、3、4和5、6格式打印型的值。现在让我们去做另一个字符串运算符，在这里说我想拆分这个人 CSV string 每一个我们有逗号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把它放在屏幕上，它将返回一个很好的列表，在任何有逗号的地方分隔值。然后我也可以进来做列表字母组成一个字符串。好吧，让我们把它们像这样乱序，然后说我们曾经在这里标声对字符串进行排序，对字母列表进行排序，然后把字母放在那里。你可以按顺序看到它们，我们也可以加入它们，以同样的方式说一个 nums 列表调用字符串 join string。 好吧，我们可以像这样说3对1，并说我们想用逗号和空格分隔每一个，然后关闭它，然后打印出 nums 列表，然后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它打印了嘴。现在让我们做一些文件输入输出，让我们摆脱所有这些，让我们在这里摆脱这些家伙，只需输入操作系统。如果我们想创建，我们将使用该软件包，我们将要创建的文件 file error 等于 os.create， 我们将调用此示例文本将是我们将要创建的文件的名称。您想输出任何可能发生的错误类型，如果 error 等于 nil， 然后我们可以到这里来打开一个日志，所以我会放这个。当然我们需要到这里来导入另一个包，它将成为日志包，然后它就在那里。我们想将一个字符串写入我们刚刚创建的新文件 go file write string， 然后是任何文本 w， 我想放在这里，假设这是一些随机文本，然后我们想关闭我们的文件，然后我们可以尝试打开我们的文件，即使我们没有生活或其他任何事情，我们也会这样做。你知道，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 util 放在这里 util 在那里，并读取文件，并提供我们想要读取的文件名。如果有错误，我们将在此处捕获空气，它会打印，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字符串，一个我喜欢的读取字符串。这将是我们从文件中读取的数据流。这个家伙首先把等号放在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格式化打印形和读取字符串，一个红色的字符串，不管这个人是 IO 正斜杠，然后把双引号放在我们执行它的保存中，你会看到它打开创建了那个文件，打印了文本，然后再次读出该文本，并在屏幕上显示了一大堆不同的东西。来这里向你展示如何投射，然后我们将创建一个网络服务器和其他一些东西，我们已经完成了。答应你，我会教你很多东西，让我们进去删除所有这些东西去，并创建一大堆随机值。如果你想转换数字类型，所以让我们去打印你想将 int 转换为浮点数的型，只需输入浮点数64和任何你的整数值，这会起作用。你想从浮点数转换成一个整数，你只是把 int 和你的浮点数，这就是如何转换。如果你想将一个字符串转换成一个 int， 你会像这个逗号下划线这样的新 int 等于字符串转换，并解析 int 随机字符串，然后我们重新找到0和64位，然后我们可以在屏幕上打印出 new int。new int 是一个整数，以前是一个字符串，然后我们可以做几乎完全相同的事情来将字符串转换为浮点数。在这里我们调用这个新的浮点数和随机字符串。会摆脱0之留下，这是64位的，因为这是它是什么，然后新的浮动，然后只需要确保这是小写字母 C， 这是小写字母 C， 这是港口符子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在那里现在所有这些打印出来。我将向您展示创建一个 HTTP 服务器是多么容易。首先我们将不得不来到这里，我们将在那里设置格式，但我们还必须将网络正斜杠 HTTP 放在正确的位置，就像那样。您在 main 中要做的就是转到 HTTP 并像这样处理方，并且无论何时它们转到您的服务器并转到默认目录，我们会说我们想
很好的调用处理程序函数，必须创建处理程序函数，没问题。func 然后在这个 WHTTP 点响应编写器内部处理程序响应编写器将组装服务器的响应，然后将其写入客户端。我们有我们的 SAR HTTP 请求，这将只有客户的请求。然后如果我们想输出 TO 客户端每次访问我们的服务器时都会进行屏幕显示，只需执行 FMT 就可以了。在这里我们将像传递 W 那样使用 F 打印 F， 然后在屏幕上显示任何您想要的内容。我们可以做更高级的事情，但是本教程很长，我只是要坚持这一点。我们现在开始假设我们想为另一个目录执行此操作，因此在 main 内部创建另一个句顶函数，假设它们转到名为 earth 的目录，我们服务器内的一个名为 earth 的目录。现在让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要调用1-2只手没问题，只需复制此粘贴，在那里将其更改为处理程序2，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拥有 Hello World， 这里将是 Hello Earth， 我不知道之做某事。然后我们需要在 main 中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告诉他要为我们的服务器收听什么运动。我们将像这样输入 listen 和 serve， 假设我们想要它是8080 pass in nil， 跳过这里执行，你会看到暂停跳过本地主机，你会看到你好世界出现在那里。如果我来到这里并像这样放置地球，现在它会说你好地球。所以这就是创建一个网络是多么困难。现在使用 Go 服务器，让我们谈谈一些 Go 历程。我把时间放在里面，因为我将向您展示如何暂停一些事件。我们将创建一个 Go 历程，它基本上允许我们运行多个不同的并行函数。所以让我们进入这里，你也可以在这里创建函数，并在任何地方创建函数。让我们创建一个叫做 count 的函数，它会收到一个整数，它的名称是 it。 这个进入这里，让我们去创建所有 for 循环，这里内部等于0，而 i 小于10，然后增加 i， 然后在这里内部我们可以打印到屏幕上，它就像一个线程 it， 然后像这样的东西 i 增加，然后我们也要去在这里创建1秒的暂停。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使用时间，这只是为了让这个函数暂时休眠，以便它有时间让所有其他函数执行。所以第二次1000会给我一个这个人的第二次停顿。现在在 main 内部我将进入另一个等于0的 for 循环，它将创建这些人中的10个版本的账户，然后通过 Go 和任何你想要的来执行 Go 历程执行。所以我要说技术我会像我之前说的那样祈祷10个，然后我们需要在 main 内部做的是创建另一个睡眠，以便这个暂停足够长的时间来执行所有 Go 历程。毫秒时间我不知道，让我们尝试像11000，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很好，关闭这里的服务器，只是去控制看看它们正在关闭并执行。你可以看到一切都在这里执行，是不同版本的账户0、1、2、3，这里它打印出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这就是 Go 历程的样子。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它像我说的那样完成。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会创建一大堆更多的 Go 教程做非常酷的事情，我否则计划这样做，然后这会将我们带到允许我们在 Go 历程之间传递数据的通道。在这里我要做一些比萨饼，所以让我们进入这里，让我们创建一个函数，让我们调用第一个制作面团，它将接收一个频道，这就是它的工作方式。你定义你正在接收一个频道，我提前在这里做一些事情，我将需要这个，我还需要转换一个字符串，在此处创建一些变量之外的变量比萨号，因为我要创建一堆不同的比萨，每个比萨都有自己的编号，并且比萨名称将是比萨名称，无论何时打印出来，您都会在此处看到第二个。所以当他说嘿，我想让你给我做一个新的披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增加我们正在创建的披萨的数量。第一个将是数字1，然后我们去披萨名称等于比萨号加上字符串转换。我在这里要做的是将这个 int 转换为一个强度比萨，一个像这样的数字。在我们开始跳入不同的 Go 历程，所以这里我们在 main 内部，在这里我们将创建一个能够容纳字符串的通道，所以我将它称为 string chain， 就像我说的那样，它只是允许我们将字符串值传递回来，并且在我们所有的 Go 历程之间 chain， 这将是一个将在 Go 历程之间传递的字符串。如果不是，我们会将其设为整数的 int 或其他任何东西都将相同，然后我们会循环做3个披萨，所以我们会去找我冒号等于0，我小于3，我们将继续制作比萨饼，直到我们制作3个比萨饼，但我们必须按顺序制作比萨饼。
面团，然后是酱汁，然后是浇头。所以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就像我们1秒钟前所做的一样，我们将传递我们的字符串，这个家伙就在这里，然后这些字符串将在所有不同的字符串之间传递。我们去那里那个家伙，我们现在要跳回这里。假设我们想在屏幕上打印出我们目前已经制作了面团，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披萨面团获取酱汁，所以制作面团并发送酱汁。现在如果我们想将我们的披萨名称发送到下一个 Go 历程的通道，我们要说这个字符串 chain 有那个家伙同样的家伙在这里传递，并像这样将它传递给下一个 Go 历程。比萨名称是我们想要传递的，然后我们还要睡一会，让地球照常运转，有时间来这里执行。假设10个有效，然后我们将创建更多这样的，让我们继续创建另一个，它可以让我们制作我们的酱汁，所以让我们称之为添加酱汁吧。传入该通道的字符串。如果我们想接收传入该通道的值，让我们创建披萨，并为传入的字符串 chain 赋予一个值。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这是没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添加酱汁并发送，然后比萨饼，这将是比萨饼，然后是任何数字版本。对于浇头，无论是否需要，我都将这些分号放在那里。然后如果我们不会将它传递给下一个 Go 历程，这将保持完全相同。这家伙也要去睡觉了，我将创建一个最终函数来添加我的购物，还有那个字符串 chain 是名称传递和字符串，然后添加顶部 pins 将存储披萨，然后是在此内部传递的数字，我们得到传递的值，将那个小括号放在那里，后面有一个破折号和传入的字符串 chain， 然后我们可以格式化打印型添加浇头。如果我们想打印出我们的比萨名称，然后我们可以说一些类似的话，然后发货，然后再把小计时器放在里面，以确保其他人有时间做完。然后在这里我们在这之后我们要好好的做面团，我们也有这个睡眠，就像这样把它改成5000左右，这样我们就知道有足够的时间来制作我们的比萨饼。在这里我们会让这个人创造我们不同的去例行公式，他们会像这样添加酱汁，然后最后一个会添加浇头。如果他们做对了，你会说让面团送去酱汁，添加酱汁和披萨，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经过。在不同的 Go 历程和通道之间来回走动，你可以看到它正在添加所有这些，并且它正在一个接一个的做，直到它完成。那里你去的人刚刚涵盖了很多关于 Go 以及如何使用 Go 编程的内容，请在下面留下您的问题和意见，否则直到下次。